1990年代初，美国纽约郊区的一栋公寓里，一个男人每天的日常是买菜、做饭、带孩子，然后在妻子下班回家前，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。他看起来和任何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没有两样，甚至更显得有些无所事事。他的妻子林慧嘉，一位微生物学家，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。每当妻子出门上班，他便会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面对着空荡荡的房间，陷入沉思。这个男人就是后来2度拿下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李安。那一年他已经36岁，从纽约大学电影系毕业6年，手里握着几份剧本，却始终找不到投资。他不是没有才华，毕业作品《分界线》曾获奖无数，被誉为台湾电影的希望。然而现实却像一堵无形的墙，将他的电影梦牢牢困住。6年时间，他从一个意气风发的电影青年，变成了旁人眼中吃软饭的丈夫，甚至连岳父都曾劝他：安，你是不是考虑换个行业？有一次，李安实在过意不去，偷偷去学了计算机，想找一份 IT 工作补贴家用。妻子发现后，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：安，你不是会拍电影吗？为什么要学计算机？这句话像一道闪电，击中了李安。他猛然意识到，自己差点就放弃了内心最深处的渴望。他可以穷，可以不被理解，但他不能失去对电影的清醒自持。那6年，他没有抱怨，没有放弃，只是默默地阅读、看片、写剧本，沉淀自己，等待机会。他像一块在深海中静默的礁石，任凭潮起潮落，始终坚守着自己的方向。终于1990年，他的剧本《推手》和《喜宴》获得台湾新闻局的奖项，这才为他敲开了电影世界的大门。后来的《卧虎藏龙》《断背山》《少年派的奇幻漂流》，一部部经典，将他推上了世界电影的巅峰。李安的故事不是一个关于逆袭的热血传奇，而是一个关于清醒的自持的深刻寓言。在漫长的沉寂与不被理解中，他没有被外界的喧嚣和内心的焦虑所吞噬，他始终清醒地知道自己要什么，并以极大的自持力默默耕耘，最终厚积薄发。这个世界从来不缺努力的人，也不缺聪明的人，但真正能走到最后，成就一番事业的，往往是那些拥有清醒的自持的人。什么是清醒的自持？它不是冷酷无情，不是麻木不仁，而是一种对自我、对世界、对人性的深刻洞察，以及在此基础上对自身行为和情绪的精准掌控。它意味着清醒地认识自己，知道自己的优势与劣势，明白自己的渴望与边界，不被外界的评价所左右，清醒地洞察世界，看透人性的复杂，理解社会的运行规则，不被表象所迷惑，自持地坚守原则，在诱惑面前不为所动，在逆境中不改初心，在喧嚣中保持内心的宁静，自持地管理情绪，不被情绪裹挟，不让焦虑和恐惧主导判断，将脆弱化为行动的燃料。李安在最困难的时候，没有选择随波逐流，没有被家庭主妇的标签所定义，他清醒地知道自己的价值所在，并自持地为之付出。这份清醒的自持，正是他最终成功的底层逻辑。而我们大多数人，却常常在不清醒中迷失，在不自持中内耗。我们被外界的声音裹挟，被短期的诱惑牵引，被情绪的洪流冲刷，最终在疲惫和焦虑中，离真正的强大越来越远。那么，如何才能像李安一样，活出清醒的自持？这需要我们从内到外，
重新审视和打造自己的人生。一，你必须成为自己的靠山，内在自信的基石。在这个世界上，真正能给你安全感的人，从来只有你自己。这不是一句鸡汤，而是强者最深刻的体悟。当李安被质疑吃软饭时，他没有因此而自我否定，因为他内心深处有一股我一定能熬过去的坚定。这份坚定源于对自身价值的清醒认知，以及对梦想的自持。真正的自信不是来自外界的赞美，而是来自内在的笃定。它是一种哪怕全世界否定你，你也不会动摇的底气。这种底气不是天生的，而是通过一次次告诉自己我可以，一次次在困境中坚持下来，最终沉淀而成的。没有人天生强大，但你可以通过一次次告诉自己我可以，哪怕全世界否定你，你也不会动摇。许多创业家在创业初期都曾面临资金短缺、团队解散、市场质疑等重重困难，但那些最终成功的，往往是那些在最艰难的时刻依然坚信自己的判断，不被外界唱衰的声音所击垮，咬牙坚持下来的人。他们深知，如果自己都放弃了，就真的没有人能帮得了自己。二，你要做的是有用的人，价值交换的智慧。不需要所有人都喜欢你，也没必要讨好任何人。这句话听起来有些冷酷，却是强者在复杂人际关系中的清醒认知。李安在沉寂的6年里，没有花时间去讨好那些可能给他机会的制片人，而是专注于打磨自己的剧本，提升自己的能力。他明白，真正的机会是靠实力吸引来的，而不是靠关系求来的。亲情、友情、爱情都不能用来交换价值，但你可以让自己变得有价值。当你自身足够强大，拥有不可替代的能力、经验和判断力时，你才有资格去选择，而不是被选择。这是一种清醒的价值观，也是一种自持的生存法则。不靠取悦别人活着，而是靠自己每天一点点积累下来的能力、经验、判断力。亲情、友情、爱情都不能用来交换价值，但你可以让自己变得有价值，这样才有资格选择，而不是被选择。在职场中，那些真正受到尊重和重用的人，往往不是最会搞关系的，而是那些业务能力突出、能为团队创造实际价值的人。他们用实力证明自己的存在，用成果赢得他人的认可。当你成为一个有用的人，机会自然会向你靠拢。三，强者不是无情，而是不再依赖情绪生存、情绪自持的艺术。很多人以为强大就是冷酷麻木，其实不然，强者依旧会疼会难过，只是他们早已学会不靠倾诉来获得安慰。李安在最失意的时候，也一定有过痛苦和迷茫，但他选择在孤独中生根，在沉默中成长，把所有眼泪都熬成骨血，把脆弱都化成行动。期待是伤人的源头，强者从不指望任何人真正理解自己，因为他们清醒地知道，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连结往往是脆弱且不可控的。他们学会了情绪自持，不让情绪裹挟自己，而是让情绪为自己服务。他们会允许自己脆弱，但绝不会沉溺于脆弱。强者从不指望任何人真正理解自己，而是选择在孤独中生根，在沉默中成长，把所有眼泪都熬成骨血，把脆弱都化成行动。许多运动员在经历伤病或比赛失利后，会选择独自消化痛苦，然后将所有的不甘和愤怒转化为训练场上的汗水。他们明白，抱怨和倾诉或许能带来一时的慰藉，但真正能让他们走出低谷的，是内心的坚韧和不懈的行动。四，环境不会变，你得比环境更硬，适应与超越的智慧。
没人会真的拉你一把。你身边的许多人，包括所谓的亲人，其实也在评估你有没有价值。这句话听起来残酷，却是强者对现实的清醒认知。李安在纽约的6年，环境并没有因为他的才华而改变，他必须比环境更硬，才能在夹缝中求生。所以，别试图改造环境，更别想改变别人。唯一能改变的是你自己。你越早意识到这一点，越能早点走上属于自己的路。真正的底层，不是没钱，而是被困在软弱里。贫穷不可怕，最可怕的是我不行的心态。一旦你认命，人生就彻底没希望了。你弱的时候，他们轻视你，命令你；你强的时候，他们装作关心你，巴结你。所以别试图改造环境，更别想改变别人。唯一能改变的是你自己。许多在恶劣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企业家，他们没有抱怨环境的不公，而是将所有的压力和挑战都转化为磨砺自己的动力。他们像野草一样，从石缝中长出来，不靠谁浇水，不靠谁给光，最终凭借自身的韧性，开辟出一片天地。勿把成长当成信仰，终身学习的自持。成长不是有没有空做的事，而是你必须为之投入全部生命的事。李安在家庭主妇期间，没有因为没有工作而停止学习。他把阅读、看片、写剧本当成了自己的信仰，即使没有收入，也从未停止对专业的精进。你不能等有机会再学习，也不能等情绪稳定再改变。你得在最糟糕的时候学会进步。强者不等机会，而是自己变成机会。这是一种对成长的清醒认知，也是一种对自我提升的自持。成长不是有没有空做的事，而是你必须为之投入全部生命的事。强者不等机会，而是自己变成机会。许多行业的顶尖人物，即使已经功成名就，也从未停止学习。他们会花大量的时间阅读，参加行业交流，学习新技能。他们深知，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，停止成长就意味着被淘汰。成长是他们永恒的信仰。6. 永远不要告诉别人你是新手。策略性隐藏的智慧。在这个世界，透明的就是被宰的。你越让别人看出你的弱小，他们越会轻视你。李安在没有作品的6年里，虽然生活困窘，但他从未在专业上表现出新手的姿态。他始终相信自己的才华，并为之默默努力。刚起步的时候，你可以低调，但不要自轻。永远相信你值得，永远表现得像一个已经准备好的人。你是什么样，别人就会怎么对待你。这是一种策略性的清醒，也是一种对自我形象的自持。你越让别人看出你的弱小，他们越会轻视你。刚起步的时候，你可以低调，但不要自轻。永远相信你值得，永远表现得像一个已经准备好的人。在商业谈判中，即使你处于劣势，也要表现出足够的自信和专业。如果你一开始就暴露出自己的弱点，对方就会抓住你的软肋，让你处于被动。适当的策略性隐藏，是保护自己的智慧。7. 把一切都得靠自己修炼出来，独立自主的清醒。没人能真正救你，也没人愿意替你成长。你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眼睛、判断、决心和执行力。李安的成功，不是靠任何人的施舍，而是靠他自己6年如一日的坚持和努力。那些痛，那些伤，那些失望，其实都是你成长的燃料。你得让这些东西有价值，不能让它们白疼。这是一种对人生苦难的清醒认知，也是一种将痛苦转化为力量的自持。没人能真正救你，也没人愿意替你成长。
你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眼睛、判断、决心、执行力。那些痛，那些伤，那些失望，其实都是你成长的燃料。许多白手起家的企业家，他们没有背景，没有资源，一切都靠自己摸爬滚打。他们在一次次失败中吸取教训，在一次次跌倒中重新站起来。他们深知，只有自己才能为自己的人生负责。真正的强大，是一边柔软一边锋利，刚柔并济的智慧。不是所有伤都要硬扛，不是所有话都不能讲。你可以在安全的地方，比如在亲近的人面前，坦率脆弱，哭泣，怀疑。但出门，你就必须是那个有目标、有情绪控制、有决断力的你。李安在妻子面前，或许会展现出他的脆弱和迷茫，但在面对电影梦时，他却是坚定而锋利的。温柔和坚定从来都不是矛盾体，他们是强者的两条腿，缺一不可。这是一种对自我状态的清醒认知，也是一种在不同场景中切换自如的自持。一位优秀的领导者，在面对团队成员时，可以温和地倾听他们的困惑和抱怨，给予情感上的支持，但在做出重大决策时，他必须展现出坚定的意志和果断的判断力。这种刚柔并济的领导风格，才能赢得团队的信任和追随。真正强大的人，都在安静里进化，深度思考的自持。那些看起来很平静的人，其实脑子里风暴四起。他们不是没情绪，而是知道，真正有价值的思考，是在安静中完成的。李安在家庭主妇期间，正是通过大量的阅读和思考，才不断打磨自己的剧本，提升自己的艺术修养。遇事不乱，能沉住气，不抱怨，不炸裂，是因为他们早已在无波动中完成了内心的进化。这是一种对思考方式的清醒认知，也是一种对内心世界的自持。那些看起来很平静的人，其实脑子里风暴四起。他们不是没情绪，而是知道，真正有价值的思考，是在安静中完成的。许多科学家、哲学家、艺术家，他们常常需要长时间的独处和沉思，在安静的环境中，他们才能排除外界的干扰，深入思考问题，产生创新的灵感。这种深度思考的能力，是他们取得突破性成就的关键。方向明确，比什么都重要。目标导向的清醒。瞎忙是普通人的常态，精准是强者的天赋。不管风往哪边吹，他们始终盯着自己的坐标。李安在6年沉寂中，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电影梦。他所有的努力，都围绕着这个核心目标展开。不是今天搞钱，明天搞心情，后天搞人际关系，而是定一个目标，然后一锤子砸下去，砸到它裂开为止。这是一种对目标的清醒认知，也是一种对行动的自持。瞎忙是普通人的常态，精准是强者的天赋。不管风往哪边吹，他们始终盯着自己的坐标。许多成功的企业，在发展过程中，都会有明确的战略目标，他们会将所有的资源和精力都集中在实现这些目标上。即使市场环境发生变化，他们也会围绕核心目标进行调整，而不是盲目的追逐热点。诚实的人，从来不拖延，高效执行的自持，说干就干，才是成年人最顶级的能力。不等天时地利，不靠运气，只问一句：我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就冲，摔了再起来，哪怕一边掉血一边前进，也从不原地绕圈。李安在机会来临时，能够迅速抓住，并将剧本付诸实践，这离不开他6年来的默默准备和高效执行。这是一种对时间和行动的清醒认知，
也是一种对自我承诺的自持。说干就干，才是成年人最顶级的能力，不等天时地利，不靠运气，只问一句：我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就冲。在互联网行业，许多成功的产品都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开发出来的。那些能够迅速响应市场变化、快速迭代产品的团队，往往能够抢占先机。他们不等待完美的时机，而是边做边学，边学边改。12. 自律是对命运最大的反抗，习惯养成的自持，不是靠一时热血，是靠每天几点吃饭、几点睡觉、几点学习的土办法，把命运一点点改写。李安在沉寂期间能够坚持阅读和写作，这离不开他高度的自律。真正的狠人不是情绪稳定，而是规律到变态。越普通的人越要在自律里活出极限，这是一种对习惯力量的清醒认知，也是一种对自我行为的自持。自律是对命运最大的反抗，不是靠一时热血，是靠每天几点吃饭、几点睡觉、几点学习的土办法，把命运一点点改写。许多健身达人，他们的身材不是靠一时的努力练出来的，而是靠日复一日的自律。他们会严格控制饮食，坚持锻炼，即使遇到困难，也不会轻易放弃。这种自律让他们拥有了健康的身体和强大的意志。13. 从不吃老本，永远保持输入，持续进化的清醒。学历背景，过去的辉煌都不是盾牌，停止成长那一刻，就已经开始老去。李安在功成名就之后，依然不断挑战新的题材和拍摄手法。他从不满足于过去的成就，而是不断学习和探索。强者不等中年危机来敲门，他们早在20岁就扔掉了老本，每天都在造新的资本。这是一种对时代变化的清醒认知，也是一种对自我更新的自持。学历背景，过去的辉煌都不是盾牌，停止成长那一刻，就已经开始老去。强者不等中年危机来敲门，他们早在20岁就扔掉了老本，每天都在造新的资本。许多科技巨头，他们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领先地位，是因为他们从不吃老本。他们会不断投入研发，推出新的产品和服务，即使面临巨大的风险，也敢于尝试。这种持续进化的精神是他们成功的秘诀。14. 保持清醒的头脑，做一个真正强者。总结与升华，这13条法则并非独立存在，它们共同构成了清醒的自持这一核心质量的内在逻辑。能量决定你能走多远，认知决定你能看多高，权力决定你能走多稳，博弈决定你能赢多少。而这一切的基础都源于你对自我的清醒认知，以及对人生的自持掌控。真正的强者不是那些从未跌倒的人，而是那些跌倒后依然能清醒地站起来，自持地继续前行的人。他们不被外界的喧嚣所迷惑，不被内心的焦虑所吞噬，他们始终知道自己要什么，并为之付出不懈的努力。或许你会说，李安是天才，他的故事离我们太遥远。但清醒的自持并非天才的专属，它是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学习和实践逐步培养起来的内在力量。在我们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，外界的变化日新月异，内心的焦虑也如影随形。我们常常被各种信息轰炸，被各种诱惑牵引，被各种情绪困扰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拥有清醒的自持显得尤为重要。清醒的自持不是一蹴而就的，它需要你长期的打磨，不断的反思，持续的精进。它就像一场没有终点的修行，但每一步的坚持都会让你离真正的强大更进一步。从今天起，
让我们开始培养自己的清醒自持吧。每天花一点时间独处，关掉手机，远离社交媒体，给自己一个安静的空间，思考自己的内心，记录自己的情绪和想法，通过写日记或冥想，观察自己的情绪波动，了解自己的思维模式，设定清晰的目标，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并为之制定可行的计划。培养自律的习惯，从小事做起，坚持每天的阅读、学习或锻炼，学会拒绝对那些不符合你目标和原则的事情，勇敢地说不。当你逐渐完善自己的清醒自持系统，你会发现，你的人生就像被安装了外挂，一切都开始顺畅起来。你不再是命运的奴隶，而是自己人生的掌舵者。这就是真正强者的秘密，也是你我都可以拥有的力量。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，让我们一起解锁更多强者思维与人生境界技巧。